张聪明的这个故事上的挑战，其实基本上对新奇儿来说，那是一个角色互换的一个艺术创作，就是如何让男生去体验女生的感觉。好，那这个其实是性别的一个体验。那这个部分来说，我们就要让新奇儿的孩子们去穿上女装，从女装服饰的不同，盘扣的不同，让他去体验女性的服装之美。另外来说，新奇儿还要去体验什么叫做孕妇，就是我们不是装气球，我们是把这个孕妇身上大概1.8公斤的重量去找到一个大小一样的冬瓜，让孩子们绑在身上，然后让他们蹲下去拿重物，再提起来走路，再把东西放下去，让他真正感受到孕妇在身体不变的状态下的行走是什么感觉。另外，我们就真的去排演了所谓的一个婚嫁的场景。那在这个婚嫁的场景里面，就有包括我们的捧花啦，还有我们的媒人啦，还有我们的这个喜饼、喜糖，这些祝福的东西，我们就一应俱全的让孩子真正去感受这个婚礼，甚至男女之间是怎么样戴戒指的怎么样嫁娶的，让孩子们是真正去体会这个感受。另外就是比如说孩子成长，张聪明成长的过程里面，他为了不愿意绑小脚，所以他每天要剥很多的花生。那我们的孩子就要具体去剥那个花生米，让他知道那个剥花生跟手指跟那个花生壳接触的那个感觉到底是什么。那这些都体验完了以后，我们才开始进行所谓的艺术创作。所以每一次的这个剧场体验，我们都要动用到淡水语录很多的人力，然后包括很多次的线上的会议的讨论，最后才能够完成这样的作品。那这样也还是不够哦，我们还要在更多的体验，包括张聪明的太太她喜欢，张聪明夫人她喜欢花卉，那所以我们就还要教小朋友去认识很多的花朵，然后我们画成胶彩画。另外，我们还要用聪明箱，就是告诉孩子那个箱子里面没有什么危险物品，但是你要摸出来跟张聪明有关的文物，比如说张聪明他是有葱，所以我们里面有放葱，你要摸得到那个物体，要知道它是不是葱然后或者是我们张聪明里面有很多他童年的那个裹脚布，所以你摸到那个布的质感是什么，你要拉出来说我知道这个是布。所以透过视觉关闭的情况下，让他用手感、触感去体验物体的感觉。那这些都会汇整到孩子的实际体验以后，才让他们进行创作。所以我们的过程是透过实际体验来创作。